只因侯爷与表妹私通被我揭穿，而后他便恼羞成怒，与外人勾结，图我沈家军权，一心置我于死地。但我可是京城第一使女。嫂嫂这般严肃，表哥若是厌了，我也只好勉为其难，替嫂嫂分担伺候表哥的重任了。你这丫头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也不怕你嫂嫂生气。嫂嫂出身将门，心胸宽广，自然不会跟我这小女子一般见识，对吧？青梅竹马情分深，沈家这位大小姐整天冷着张脸，跟个冰块似的，哪有表妹这种解语花贴心？要我说，侯爷真是艳福不浅。这表妹自个儿都开口要分担重任了，这伺候2个字儿听得人心都酥了。谁还守着那块硬木头过日子呀？既然表妹有此心，那便成全你。来人，把柳姑娘当众脱光验明身子后，今晚就送去侯爷房里当通房。好好的官宦嫡女不做，非要给人做小，那我就满足你。沈清，你发什么疯？若曦就是开个玩笑。侯爷此言差矣，这里是侯府正厅，座上皆是京中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柳姑娘虽是寄居的表亲，但也算半个主子。既然当众许诺要替我分担伺候侯爷，这是她自愿为妾的宣言。我大周律法严明，良家女子若要入府伺候，须得验明正身。既是通房，便算不得正经主子。这一身的蜀锦，她不配穿。扒了！虽然身上还穿着中衣，但在众目睽睽、灯火通明的正厅之上，这与裸奔何也？沈清，你这是在羞辱他，还是在打我的脸？羞辱？不是他自己说的吗？要做那伺候人的活计。既然要做通房，就要守通房的规矩。通房就是奴才，主母赐衣才能穿，主母不赐，便只能光着。侯爷，我这人最重契约，柳姑娘既然开了口，我便当了真。今晚她就会被洗刷干净，送到你房里。至于怎么伺候，那就是你们的事了。只是有一点，侯爷须记清楚，从此以后，她的名字将从族谱中划去，入奴籍，死生都是侯府的下人。奴籍？你这个毒妇！沈清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我要休了你！我一定要休了你！可以，请侯爷现在就写休书。不过在写之前，先把柳姑娘的卖身契签了，毕竟咱们要把流程走完。沈小姐，侯爷，我们先告辞了。柳若曦被裹着一床破草席抬回了偏院。沈清，沈清，你这个泼妇，疯子！去，把沈家那位大佛给我请过来，就说我这老婆子还没死呢，让他立刻马上滚过来回话。若是再敢拿那副将门嫡女的架子，你就告诉他，这侯府还轮不到他撒野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跪下！沈氏，你才进门半年，就闹得家宅不宁。昨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把你表妹羞辱成那样，你让我们侯府的脸往哪儿搁？母亲，儿媳不知做错了什么。沈氏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若曦昨天那是跟你玩笑，她好歹也是名门之后，怎可去做那卑贱的通房？你这哪是成全她，你这是要把她活活逼死啊！嫂嫂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，可我也没想过要跟你争什么。昨天席上，我只是看气氛太沉闷了，想说句玩笑话活跃一下。你何必当真呢？就是，沈清，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？
大家乐呵乐呵的事儿，你非要在这上纲上线，闹得全家不痛快。既然是玩笑，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表妹。你说你想替我分担伺候侯爷，若是玩笑，那你就是在戏弄主母。按家规，戏弄主母者，掌嘴20，罚跪祠堂3天。若是真话，那你便是自甘下贱。非要做妾室，我成全了你，不仅没罚你，还省去了你那级问名的繁琐程序，直接让你如愿以偿，有什么不对？所以表妹，你昨日到底是诚心戏弄我，还是真想谢侯爷？什么戏弄不戏弄的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扯这些规矩干什么？侯爷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若是一家人就可以口无遮拦，那明日我是不是可以说，侯爷您想要谋反？闭嘴！你疯了！这种话能乱说吗？那是大逆不道，是要杀头的。侯爷也知道话不能乱说，既然谋反的话不能乱说，那妾这种坏人名节的话就能乱说了。言语即契约，在我这里说出口的话就是作数的。母亲，既然表妹如今不承认想做通房，那便是承认昨日在众目睽睽之下恶意戏弄主母了。来人，行家法。沈氏，你敢！这可是我的院子里，你还有没有把我这婆母放在眼里？母亲息怒，儿媳看您脸色发青，显然是近日身体抱恙，实在不宜再为这些琐碎家事操劳。万一气出个好歹，倒成了儿媳的罪过。你少在那阴阳怪气，我还没死呢！既然您把管家权交给了我，我就要管个清清楚楚，管个水落石出。一个义居的表亲都能当众骑在主母头上拉屎，这事儿若传了出去，京城里谁不笑话咱们永宁侯府没大没小？这才是真的丢了侯府的脸，更是丢了母亲您的脸。你打！柳姑娘，得罪了！表哥，救我！救我！沈清，你这个泼妇，给我住手！侯爷若是想替他受过也可以，但这鞭子可是先帝赐给我爹，专门用来训诫不肖子孙的。我这人手劲儿大，下手一向没轻没重，万一抽在侯爷身上，坏了您的身子骨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母亲好好休息，儿媳告退。这锦绣庄的东西，像是咱们府里大半年的进项也抵不过一箱吧？那可不，全京城统丁就这么一家，专供贵人们的。这难道是流光锦？表姑娘真好眼光，这流光锦织造极难，一年也就得那么3-5匹，全京城的官家夫人小姐们都盯着呢。表哥，你快瞧这料子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缎子。确实不错，是件好东西。表哥，过几日就是宫里的赏花宴了，要是若曦能穿上这料子做的裙子去，旁人定会夸侯府家底深厚，表哥宠爱家里人，这走出去可全是给咱们侯府长脸呀。侯爷，这匹料子可是咱们店里的镇店之宝，价格虽然贵了点，300两，但配表小姐这份姿色，那绝对是相得益彰。这300两一匹布，倒确实是不便宜。表哥，若曦知道近日惹了嫂嫂不快，不敢奢求什么。不就是一匹料？掌柜的，这料子若曦看上了，拿去裁了便是。咱们堂堂侯府，难道被差这点银子吗？侯爷大气，到底是京城第1等的贵人。侯爷您瞧，这套红宝子头面唤作红豆相思，那是用南阳进贡的极品宝石打磨的。这流光锦若是配上这头面，表小姐往那儿一站，那便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呐！好美的宝石，表哥，这太贵重了，若曦不配。配？怎么不配？
只要若曦喜欢，天上的月亮我也给你摘下来，都要了，给表小姐包起来，动作快点。侯爷，流光锦300两，红宝虫头面900两，一共是1200两。您看是现在结还是？这可是侯府整整3个月的全部开销，包括下人佣金和人情往来。夫人，去账房支银子。沈清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吗？去支1200两银子结账。侯爷，宫中的账上只剩不到500两了，这还是下个月全府上下的嚼用。宫中没钱？这怎么可能？沈清，你当初嫁过来的时候，沈家可是抬了整整128台的嫁妆，这会儿你说没钱，随便从你那指缝里漏点出来，不就够结账了？表哥，若是嫂嫂舍不得，那这流光锦若曦不穿便是了，总不好因为若曦的一件衣服让嫂嫂心疼坏了。掌柜的，别听他的，这账记在夫人账上，去夫人的私库取银子。若曦，放心拿去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嫂子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自然也是你的。结了亲，这银钱便是我的，随便花。若曦，谢谢表哥，谢谢嫂子。慢着，掌柜的，这账我不认，谁买的东西谁结账，这是锦绣庄千古不变的规矩吧？沈清，你什么意思？当着外人的面，几件衣服首饰你都要斤斤计较，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刚才都说了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拿点嫁妆出来，怎么了？侯爷确定我的就是你的？当然，大周律例写的明白，夫妻一体。你既嫁入我侯府，你的嫁妆自然也是侯府的。我拿来给表妹裁件衣子，那是看得起你沈家的东西。好，既然侯爷说的这么义正言壮，那这账确实该算个明白。崔竹，去拿着我的名帖，把金兆尹大人请来。夫人，这家里的事惊动官府，不只是官府，去把全京城那几家大当铺的掌柜也都叫来，让他们带着账房，顺便把我的嫁妆单子原件拿出来，一并对账。沈清，你疯了！这种家务琐事，你叫官府的人干什么？侯爷方才不是说我的嫁妆就是侯府的吗？按照大周律法，妻室私产受国法保护。既然侯爷执意要说这是侯府的资产，那这性质就变成了强占妻族财产。你胡扯什么？夫妻一体，拿你点银子怎么就成了强占？侯爷恐怕忘了，我带来的嫁妆里有多少是御赐之物，又有多少是沈家几代人的战功积累。若侯爷非要将其充公，那在官府眼里就是要强行将沈家并入宋家，这在律法上叫绝户吃大户。可侯爷，沈家还没绝户呢，我父兄尚在边关杀敌，手中握着沈家军的军权。军权？你少拿父兄压我！侯爷这是想趁火打劫，趁着我父兄守卫疆土，在后方吞并功臣家产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得请金兆尹大人做个见证，把这财产交割清楚。交割清楚后，我也好写信给爹爹，让他把边关的军饷粮草也都运到侯府来。毕竟侯爷说了，我的就是你的，那沈家的就是宋家的。想必侯爷已经做好了替朝廷分忧，凭一己之力供养几十万沈家大军的准备了。别去！沈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刚才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，咱们夫妻一体，我怎么可能真的动你的私产？嫁妆那是你的私房钱，我苏颜再不济也是个侯爷，怎么会动夫人的私房钱？刚才真是随口一说，你可千万别当真，快叫他们回来。既然侯爷说是玩笑，那这笔1200两的账，我也只能当成玩笑了。作为玩笑，那这钱我就不能出了。掌柜的，你也听到了，侯爷方才是在说笑，他并没有挪用我私产的意思。至于这些东西谁要买的，你便找谁付银子吧。侯爷，这东西都已经打包好了，账单您也过目了。您既然说不支夫人的银子，
那这银票您看是现在给，还是小人跟着您的小厮去账房取？刚才还说的那么豪气，原来兜里没几个子儿啊！1200两，我现在连120两都拿不出来。表哥，这料子真的衬我，方才试的时候你也夸好看的，我都试过了，要是退回去，多丢侯府的脸面啊！放下！没听见没钱吗？买，你整天就知道买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，净买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，败家玩意儿。表哥，若曦知道了。既然侯府手头不便，那小人也就不在这讨嫌了。这些好东西，京城多的是大户人家等着要呢。哼，真世风日下，兜里没几个钱，非要充什么大头蒜，白跑这一趟晦气。可不，没这金刚钻，还想揽瓷器活，脸皮倒真是够厚的。侯爷，我瞧您这脸色不大好，下次开玩笑前记得先摸摸自己的口袋。沈清，你没钱的玩笑不仅不好笑，还容易让人看笑话。表妹既然东西还了，这脸上的泪也擦擦吧，哭坏了脸，下次侯爷想开玩笑，怕是都找不到人了。怎么永宁侯今日带的是这位表妹？那位将门沈氏竟未露面。听说那位沈氏行事粗鲁，动辄舞刀弄枪，想来这风雅之地，她是坐不住的。若曦才疏学浅，感念身世浮沉，随手毒鸦，让各位见笑了。庭院深深锁旧梦，青梅枯萎影零丁。纵有深情千万种，奈何汉主碎冰心。好一个汉主碎冰心！柳姑娘才情卓绝，竟在府中受这等搓磨，真是明珠蒙尘呐！将门女子果然野蛮，竟连表妹等解语花都容不下。侯爷，你也太憋屈了。诸位兄弟说的对，本侯在那母老虎面前过的那叫什么日子？既然侯爷与柳姑娘如此情熟意合，又何必受那沈氏的气？何不干脆休了那悍妻，扶柳姑娘上位？休妻那是迟早的事儿。若曦，你且等我，在那之前，我要上报朝廷，先立你为平妻，让你和我那夫人平起平坐。若不是沈家势大，这侯夫人的位置本就该是你的，你才是我心中的正妻啊。表哥，若曦不求名分，只求能常伴表哥左右。拿酒来！听说了吗？永宁侯在上巳诗会上撒了酒疯，说是要立那个表妹做平妻。这事儿传得满城风雨，侯爷还当众喝了交杯酒，还说咱们夫人是悍妇，是母老虎。嘘，小声点，没见正厅灯都点亮了吗？夫人正等着呢，这天怕是要塌了。这府里怎么点这么多灯？费着灯油钱做甚？沈清，你这么晚了还不睡，摆着这些算盘账本在此作甚？想给本侯算卦呀？侯爷回来了。听说侯爷在诗会上威风得很，当众宣布要立柳表妹为平妻，还告诉全京城的人说她是你的心头真爱，而我是那个挡了你们路的碍事之人。那个，大家酒后乐呵乐呵，你何必？若曦这么漂亮柔弱，我一定要保护她，不能在她面前丢掉了面子。是又如何？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？我堂堂永宁侯立个平妻照顾家小，怎么了？这不合情理吗？表哥，莫要为了若曦坏了夫妻情分。合情理。侯爷书读的不少，但似乎没怎么翻过大周的律法。大周律户律明文规定，只有商贾之家为了南北兼顾财运，才可立平妻；而在官宦之家，若无特殊功勋
或皇室特许，立平妻即为乱家。乱家者，按律当杖责80，革去爵位，永不录用。不过，既然侯爷为了真爱，连祖宗传下来的爵位都不要了，这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壮举，我也佩服侯爷的痴情。想必明天御史台的折子会比这厅里的灯火还要热闹。你在写什么？既然有了平妻，那我这个正妻确实显得多余了。为了成全侯爷和柳姑娘这份感天动地，连祖宗爵位都能豁出去的情谊，我决定自请下堂，与侯爷和离。和离？沈清，这可是你当众亲口说的。哼，本侯早就受够你了，整天冷着一张脸，不是拿律法压我，就是拿账本管我，这侯府里一点热乎气都没有。既然你自请下逃，那是最好不过。离了永宁侯府，你可别后悔。我不后悔。不过侯爷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夫妻也是一样。既然这买卖做不下去了，咱们要散伙，账就得算得清清楚楚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差。哼，算，随你怎么算。不就是你那些劳什子嫁妆吗？本侯虽然手头紧，但还不至于贪你那点东西。你当初带过来多少，原样拉走便是，本侯绝不拦着。嫂嫂放心，表哥不是那种贪财的小人，定会还你一个体面的。这是我和离的账单，请侯爷过目。本侯这就看看你这心里到底藏了多少弯弯绕。30万两！沈清，是你疯了，还是本侯下了30万两？你这是在这跟我和离呢，还是在这打家劫舍呢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侯爷觉得多，那咱们就对对明细。第一笔，我进门时的嫁妆折现，共计18万两。当初这些钱你是怎么花进侯府窟窿里的？账本上记得一清二楚。那是你带进门的钱，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那是嫁妆，不是施舍。既然要和离，沈家的东西一分一毫都要归位。第二笔，这半年侯府修缮的劳什子花园，你为了充面子宴请宾客，还有府里大大小小的日常开销，用的全是我沈清的私房钱，共计5万两。第三笔，借给侯爷你在外面还赌债、买古玩、玩弄风雅的钱，每一笔你可都亲手签了借条，白纸黑字红纸印，共计3万两。我那是为了应酬。还有最后这一笔，精神损失费及沈家名誉维护费4万两。4万两！嫂嫂，你这不是讹人吗？讹人？侯爷今晚在上巳诗会上当众扬言要立平妻，甚至贬低我这正妻如草芥，这丢的是我沈清的脸，损的是我沈家将门的威名。侯爷，若是拿不出这笔钱，我明日便带着这诗会上的证词去御前告你一个宠妾灭妻、无视礼法的重罪。到时候恐怕不仅仅是革去爵位这么简单，流放3000里，吃牢饭也是大有可能的。侯爷，选吧，是现在给钱和离，从此与你的柳表妹双宿双动，还是选择去大理寺走一趟，试试那里的刑具？30万两，把整个永宁侯府卖了也凑不出这么多钱。若曦，你听见了吗？30万两，你向来主意多，你快帮表哥想想办法，咱们怎么能填上这个窟窿？30万两！表哥，你疯了还是嫂嫂疯了？这侯府就是砸碎了卖了，也凑不出半个零头啊！表哥，这也太多了，我瞧着嫂嫂这回是动了真个的。要不立平妻这事儿，咱们还是算了吧。表哥，我当初想当的是风风光光的侯夫人，可没想过要跟着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彪蛋过日子，更不想跟着你去流放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算了，刘若曦，你有没有良心？刚才在诗会上是谁拉着我的手说此生非我不嫁？是谁说只要能跟我在一起，哪怕做牛做马都愿意？我是说，若有来生，这一辈子
日子总还得过下去不是？别推来推去演这出深情戏了。今日这字，侯爷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若是不签也行。既然侯爷这么舍不得表妹，那从明日起，我就严格执行侯爷在诗会上定下的平妻计划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会立刻上书朝廷，向皇上陈述侯爷对真爱的执着。我会请求皇上革去你的侯爵之位，把你贬为一介庶民。只要你成了庶民，不就没人管你乱不乱家了吗？到时候你就能合法的拥有你的平妻了，哪怕娶10个平妻，我也没意见。怎么样？这个玩笑够大吗？别，沈清，别上书！夫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今晚是喝多了，鬼迷了心窍，才在诗会上胡言乱语。那什么平妻，什么真爱，全是我吹牛的，全是我开玩笑的。我再也不敢了，我真的再也不敢开这种玩笑了。既然侯爷说那是玩笑，且舍不得这一身爵位，那这婚暂时就不离了。不过既不合离，那往后咱们就得按规矩过日子。管家，你过来。夫人，您请吩咐。从今日起，侯府实行分产制。我沈清进门时带的所有嫁妆、私产，从今往后由我沈家带来的账房和人手全权看管。以后，我沈家的1文钱都不会流入侯府的宫中账上。沈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宫中至于侯爷您的俸禄，还有那2处侯府祖传的庄子产出的嚼用，归侯爷你自己支配。往后是花天酒地，还是锦衣玉食，全看侯爷那点俸禄够不够使了。没有沈清的嫁妆供养，这侯府不就只剩下个空架子了吗？夫人，这分的是不是也太轻了些？咱们好歹是夫妻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宫中的账你也是知道的，那点微薄的地租，修房子都不够。我那点俸禄要是分了产，那咱们全家以后吃什么喝什么？侯爷说笑了，我只负责侯爷的日常开销。至于表妹，那是侯爷的真爱，是侯爷的平息，自然该由侯爷自己来养。您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更是这侯府的一家之主，自然是吃您自己的俸禄，住您自己的祖产。至于我吃我的嫁妆，住我的院子，合情合理，也合大周的规矩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既然侯府现在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，自然也养不起闲人。刘表妹若还想继续在侯府住下去，这食宿费便不能再省了。食宿费？按照京城客栈天字号房的标准，1天2两银子，伙食另算。念在亲戚一场，给你个优惠，包月50两。刘表妹先付钱后入住，没钱今晚就搬出去。表哥，若曦孑然一身，寄居在此，身上哪里来的银子啊？嫂嫂这是要把若曦往绝路上逼啊！沈清，你别太过分了！若曦一个弱女子，无依无靠，你让她去哪儿弄这50两银子？你这不是存心作贱人吗？没钱，那也好办。我沈清做事向来不把人往绝路上逼。表妹记性应该不差，前几日在那家宴上，你不是还掩着嘴轻笑，说想替我分担，愿意干那伺候侯爷的重日吗？正好侯府现在缩减开支，裁撤了一大批干杂活的下人，现在这后院正缺一个倒夜香和洗衣服的粗使丫鬟。表妹若是肯辛苦些，这份差事包吃包住，虽然没有工钱拿，但刚够抵了你那每个月50两的房费。倒夜香、洗衣服，沈清，我好歹也是官宦人家的嫡女，你竟然让我去干那种下人的肮脏活地！表哥，你听听啊，他这是要作践死我！你快说句话呀！宫中账上那500两还要留着过下个月，自己的俸禄还没发，沈清的私库又动不得。若曦啊，这钱的事儿我也确实没法子，你若是真想留下，这也不失为一个法子。
表妹，路我给你划好了。你是选交钱还是选干活？或者你现在就收拾包袱去京城的街头流浪？我做。哟，这不是那位想分担重任的表小姐吗？可不是，这重任啊，就是洗不完的臭袜子和倒不完的屎尿盆子。沈清，你给我等着，只要我不走，总有翻身的那一天。夫人，这是今儿早起从城外运回来的活鱼，这日子啊就得这么过才叫舒坦。自己的银子花着最香，既然分了产，伙食自然不能亏待了大家。正是呢，这全京城怕是找不出第二家像咱们这般富贵的偏庭了。我的芊芊玉手，现在经常泡冷水，都长满了冻疮和裂口啊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让你去大厨房讨块肉，你空着手回来做什么？存心想饿死我不成？老夫人，大厨房现在全是嫂嫂的人，没钱压根不给开火。我这一手生疮还没好，在那儿站了一早上，谁理我呀？哭就知道哭，你有什么用？还是得我亲自去。放肆！本侯去见夫人，你们也敢拦？侯爷请回。夫人说了，亲兄弟明算账。您若是想进去用膳，请先结清餐费；若是付不起，就别闻着味儿来了，省得大家都尴尬。你们这些恶奴！再这么下去，咱们没被沈氏折腾死，也得先饿死。那能怎么办？他手里攥着钱袋子，硬碰硬，咱们又打不过。还有半个月，就是我的60岁大寿了。对啊，以往母亲大寿，流水席要摆3天3夜，京城的达官贵人哪家不送上一份厚礼？只要这寿宴能办成，收上来的礼金就够咱们撑过这几年。到时候钱到了咱们手里，看沈氏还怎么嚣张。对，这次寿宴必须大办，咱们的翻身仗全指望这寿礼了。沈氏，马上就是我的大寿了，这次寿宴必须大办，要把京城所有的权贵都请来。这不仅是我的面子，也是侯府的面子。往年这时候，咱们侯府门前的马车都能排到长街尽头。这次寿宴若是办得风光，那收礼的礼金正好能解了侯府现在的燃眉之急。对，沈清，你是侯府的当家主母，这种大日子你得支棱起来。宫中现在什么情况你也清楚，这办寿宴的钱你得先垫上。你放心，等寿宴结束，收了礼金，我们马上就还你。大办，可以啊。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儿的。是啊，快让醉竹去司库取银子，咱们得赶紧去锦绣庄和顶峰楼下定。不过侯爷，您是不是忘了，您现在还欠我3万两的外债没还？按照大周律例，欠债不还者，无信用可言。想让我垫钱，行，拿抵押物来。沈清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堂堂永宁侯，这府里的主人，我还能欠了你的钱跑了不成？你把账算得那么死干什么？你动动脑子，这次可是母亲的60生辰，是整寿，只要寿宴办得红红火火，京城那些王公贵族谁不提着重礼上门？到时候礼金如流水，还能差了你那点垫脚钱？侯爷，您先瞧瞧自己这身行头。您觉得以侯府现在的名声，京城里还有谁会来送礼？沈氏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侯府还没倒呢。母亲，上次诗会的事已经传遍了京城，现在大街小巷谁不知道，侯爷为了个娇滴滴的表妹，要宠妾灭妻，甚至还要立平妻。最精彩的是，咱们这位侯爷被正妻逼得当众下跪求饶，这出戏可真是热闹。如今的永宁侯府早就是京城茶余饭后最大的笑话，所以您二位指望的那些宾客恐怕不是来贺寿的，
而是想来近距离瞧瞧这侯府的侯戏是怎么唱的。反了！反了！你这个不孝的毒妇，沈家就教出你这么个没尊卑的东西，你竟然敢咒我们是猴子！我今天就带沈家教训教训你！既然母亲执意要办这寿宴，甚至不惜对我动手，那儿媳便成全你们。哼，算你识相，那还不赶紧去库房支取5000两银子，莫要耽误了我办60大寿的正事。母亲误会了，儿媳方才说过，侯爷欠债未还，信用已失，所以这钱我1分都不会出。不出钱？沈清，你耍我们呢？不出钱你怎么成全？钱我是1分没有，但我有的是力气。这次寿宴我出力，我会亲自帮你们广发请帖。既然侯爷觉得这次寿宴是翻身的机会，那我一定把声势做足，让全京城的人都来看看咱们永宁侯府现在的风光。老夫人和宋燕穿着压箱底的旧礼服，宋燕的礼服领口处隐约有几道陈年的褶皱，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儿。娘，沈清说帖子都发出去了，怎么这会儿还没个王公贵族上门？急什么？贵人都得压轴出场。侯爷，恭喜啊！家中小本经营，这2盒枣泥糕不成敬意。哎呀，永宁侯大寿啊！咱们街坊邻居收到沈夫人的请帖，说一定得来瞧瞧侯府的风范。侯爷、老夫人，咱没别的好礼，这一筐萝卜可是今早刚拔的，正红皮的呢，寓意红红火火，好彩头啊！哈哈哈哈！好彩头，好一个好彩头！这都正午了，怎么连个凉菜都没上？听说侯府现在连买菜的钱都紧吧？今儿怕是能见着稀罕物。诸位，久等了，上菜！沈氏虽然顽劣，但这种大日子，谅他也不敢丢了侯府的体面。开盖！沈清，你给我出来！这就是你准备的寿宴，你把侯府的脸面都踩在脚底下了。侯爷，您这话就冤枉我了。如今侯府账上统共就剩3两银子，为了办这桌忆苦思甜宴，我已经把账房里的老鼠洞都翻了个遍。3两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母亲大寿，最讲究积德行善，吃素祈福才是为人子女最大的孝心。难道侯爷想为了自己的一点口腹之欲，就让母亲背上一个铺张浪费、德行有亏的骂名？还有一个像石头一样的寿桃！你这是让我吃石头！你这毒妇！娘，快叫大夫！沈清，你这个疯子，你害死我娘了！急什么？既然母亲心诚，想必菩萨会保佑她长命百岁的。这寿宴办的真是开了眼了，气死亲娘，这可是大戏。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疼！表哥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我有了表哥的骨肉。天爷，这还没成同房呢，肚子就先大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我宋燕有后了！有后了！天佑侯府，天佑侯府啊！我有孙子了，我要抱金孙了！嫂嫂，若曦知错了，哪怕若曦继续当粗使丫鬟，也求嫂嫂千万保重这孩子，他毕竟是侯爷唯一的根脉啊。沈清，母凭子贵，只要我肚子里有了这块肉，我看你还怎么赶我走，怎么守着你的私库不给我钱。哎呦，这可是惊天大瓜呀！正妻进门半年没动静，表妹倒是先揣上了。
将门女子嘛，只懂舞刀弄枪，哪有表妹这种娇滴滴的懂风月？这下正妻的位子怕是悬喽！沈清，你看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若曦怀了我的长子，是我宋家的长房长孙。你是正妻又如何？家世显赫又如何？说到底，你不过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占着正妻的位置，你羞也不羞。沈氏，现在若曦有了身孕，那就是我们侯府天大的功臣。你要是还懂半点规矩，就老老实实的把管家权给我交出来。还有你的私库，马上给我打开，我要给若曦买最好的补品，请最好的稳婆。我警告你，若是恶招了我的长子，动了我宋家的根脉，我要你的命！嫂子，我知道您恨我入骨，可是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啊！千错万错都是若回错，你可以打我骂他，让我继续去洗衣服都行。求求你，给孩子一条活路，给他一口饭吃吧。是啊，沈夫人，子嗣大过天，再怎么不和也不能亏了孩子啊！将门虎女，总不能连个未出世的孩子都容不下吧？太刻薄了。正妻不孕，表妹怀孕，这在讲究规矩的大户人家可是天大的丑闻，现在反倒怪起来当家主母了。怀孕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。既然是侯府的长子，未来的小侯爷，那就马虎不得。这京城里人心复杂，万一这肚子里的是个假的，或者是哪里来的野种，假装侯府血脉混淆视听，那岂不是让列祖列宗蒙羞？我这做主妇的，死后如何面对宋家的先祖？沈清，你放屁！若曦冰清玉洁，心里眼里只有我一个男人，这孩子流的是我宋家的血，怎么可能是野种？是不是？查查就知道了。来人，拿着我的帖子去太医院，请李太医、张太医、王太医3位圣手一同过府一膳。天哪，这3位可都是专供圣上和娘娘诊治的。沈家好大的面子，竟然连他们都能请来。就说永宁侯府有天大的喜事，请他们3位一同来给表小姐诊脉，做个见证。不用了。表哥，我只是动了胎气，休息一下就好，不用劳烦太医，真的不用。嫂嫂，你松开我！表哥，救命啊！那怎么行？表妹方才还说求我给孩子一条活路，现在太医都在路上了，你怎么反而要跑？表妹既然有了身孕，那就是侯府的重点保护对象。在太医来定夺之前，为了防止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意外小产，或者是意外中毒，咱们必须慎重。来人，把柳姑娘请到柴房去，锁上大门，严加看管。果然心狠手辣。沈清，你这个疯子，那是柴房！除了1日3餐的清水白粥，任何人不得接近，更不准带任何外食。这可是为了防止有人投毒，害了侯爷的庶长子。若曦怀着身孕，你把她关在那阴冷的地方，你是要杀人灭口吗？你当我是死人不成？侯爷，我这亲喂的刀可不长眼，你要是想在老夫家大寿这天见点红，尽管试试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那还是先看管起来，等太医来吧。有劳3位太医圣手，事关侯府血脉，请务必细心诊治。到底怎么说的？3个太医都摇头。侯爷，这就是您方才信誓旦旦说的喜脉。李太医，您快说，是男是女？胎相稳不稳？是不是已经有2个月了？侯爷，柳姑娘并未有孕，她这脉象实属罕见，那是积食过多，加上长期忧思郁结导致的腹中胀气。胀气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吃撑了，还没消化，肚子里塞的全是气。胀气，我没听错吧？把放屁的声音当成胎痛了。这位柳姑娘可真是个人才，为了逃避后院那些洗衣服的苦差事，这是活生生把自己给吃撑了吧？
想靠吃撑了来讹侯府的管家权？哎呀，闹了半天，原来表妹这肚子里装的不是侯府的长子，而是一肚子气呀。看来是我这做嫂嫂的苛待表妹了。虽说让你在后院干了些洗衣服的粗活，但这伙食看来是真没少给。瞧瞧，竟然都吃撑出喜脉来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得吃多少窝窝头才能撑成这样啊！柳姑娘真是好度量，吃撑了还能演得这么像。李太医，既然是胀气，那总得有个止法。这气一直憋在肚子里，万一再憋出个二胎来，岂不是更麻烦？回夫人，这好办，开一副通气汤，喝下去顺顺肠胃，排出来就好了。或者用萝卜籽熬水，效果最快。这药喝下去，多放几个屁也就消下去了。正好，刚才不是有人送了一筐萝卜吗？说是贺寿的彩头，看来这彩头是专门给表妹准备的。来人，把那一筐萝卜都拿去厨房，给柳姑娘熬一锅浓浓的萝卜水。既然表妹肚子里气多，那就让她当着大家的面把这气放干净。这也算是给母亲的寿宴助助兴，让大家都瞧瞧咱们侯府是怎么顺气的。快瞧啊，这萝卜水下肚，侯府的喜气怕是要满堂乱窜了。这柳姑娘的肚子鼓得跟球似的，不知道这一肚子气撒出来得有多大的动静。沈清，你给我住手！沈清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！你竟敢！我的儿呀！快叫大夫！这些麻烦大了，我们快走吧。表小姐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衣服还没洗完，您这是打算上哪儿去？放我走！我求求你们放我走吧！沈清那个疯子会杀了我的。夫人说了，既然柳姑娘喜欢分担，那就得把活干完，带回去。放我走！夫人，侯爷醒了半晌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怪瘆人的。侯爷，该喝药了。沈清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赢了？侯爷，我从没想过要赢，我只是在守我的规矩，是你自己先坏了规矩。侯爷的眼神好吓人啊，他不会……狗急了会跳墙，人被逼到绝路，也确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夫人，明日秋猎皇上亲临，侯爷也要去。以他最近的阴沉劲儿，奴婢这心里总觉得毛漏漏。他去他的，我去我的，在这京城憋了许久，正好去围场松松筋骨。禀夫人，侯爷来了。沈清，还没睡呢。我知道这段时间我荒唐，闹得家宅不宁，让你受了不少委屈。我想了一整夜，以前确实是我不对。侯爷这是演哪一出？不是演戏，我想通了，我是斗不过你的。沈家势大，你又占着理，我再怎么闹也是自取其辱。明儿就是秋猎了，那是御前露脸的机会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好好表现，争取在大营里谋个一官半职。我总不能一辈子靠你养着，我想正正经经的养这个家。这杯酒算我给你赔罪，沈清，喝了这杯，咱们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，行吗？侯爷真的想通了？真的，只要你喝了这杯酒，咱们就一笔勾销，以前那些恶言相向我全忘了，你也别再记恨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一笔勾销。这酒，沈清，我记错了，这壶酒可能放坏了。侯爷，夜深了，您想上哪儿去？侯爷，在大周律法里，谋杀发妻那可是诛心的死罪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现在不会杀你，因为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比死更精彩的惩罚。昨晚我的人在后门截了一封柳若曦写给二皇子的私信，侯爷要不要听听信里写了什么？
信里说，永宁侯宋燕为了向二皇子投顺，不惜卖主求荣，愿意献出我沈家军在边关的军力布防图。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你今晚特意演这一出悔过的戏码，甚至不惜下毒，不就是为了杀了我，好从我身上拿到密室的钥匙，去取那张布防图吗？不，我没有。沈清，那是柳若曦那个贱人写的，是他勾引二皇子，是他想害死你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是被他骗了。侯爷，你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这封信现在就在我手里，证据确凿，白纸黑字。走，带上侯爷，咱们去御前，跟皇上好好讲讲，咱们这位永宁侯是怎么打算卖国求荣，拿沈家军的命去换他平步青云的。他！沈清，你疯了吗？我是你夫君，大周律法，通敌叛国是要诛九族的。我若是逆贼，你也跑不掉。宋家倒了，沈家也会被你连累。你也会死的，沈家几百口人都会跟我一起下地狱。你敢去面圣吗？你敢吗？侯爷，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早在半个时辰前，我就已经拿着你的休书去京兆尹府办好了所有的合理手续。现在的我与你永宁侯府没有半文钱的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休书？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写过休书给你？就在1个时辰前，你借着酒劲来赔罪的时候。那封休书是你刚才喝醉了，被我按着手印签下的。你算计我！现在我是沈家女，你是宋逆贼。来人，把这逆贼绑了，随我进宫面圣。是，沈清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昨日太晚了，没见到皇上，我们把他送去刑部。姑娘，二皇子会不会从中作梗啊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何况二皇子也不一定愿意救他。柳若曦，通敌之信可是你亲笔所写，你要是立刻招认，或可以从轻发落；若再不招认，明日便要上钉床。我全说，都是宋燕逼我的。他嫌沈家势大，想借二皇子的手除掉沈清，拿布防图当投名状，这一切都是他的主意。柳若曦，你这个贱人，信是你写的。二皇子也是你私下勾搭的，你现在想拉我垫背，你做梦！证据确凿，全体画押。宋燕、柳若曦谋反，判处全斩力度。姑娘，这大局已定，咱们该回府了。沈将军在府里备了热汤，说是要给您去晦气。这永宁侯府总算是到头了，做了这么多丧良心的事儿，连祖宗的爵位都搭进去了，活该！那宋侯爷临死还喊什么开玩笑？这种玩笑也只有阎王爷敢听了。沈姑娘留步！沈清姑娘快留步！哎呦，沈姑娘可算赶上了！皇上有旨，永宁侯宋燕通敌一案，现另有关键隐情，传旨暂缓行刑，立刻将宋燕押回刑部大牢重审。什么？不杀了？这可是通敌的大罪啊！福公公，这证据不是早都定死了吗？重审，证据确凿，白纸黑字，还有什么可审的？沈姑娘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昨晚二皇子在那前方殿外生生跪了一整夜，把额头都磕破了。二皇子？二皇子在皇上面前指天誓日的担保，说宋侯爷是被人构陷的，说那封通敌信根本就是那个通房柳氏柳若曦伪造的。二皇子说柳氏是看宋侯爷不愿纳她为妻，这才怀恨在心，故意攀咬，目的是为了把水搅浑，替他背后真正的幕后之人灭口。这不是明摆着睁眼说胡话吗？那柳若曦自己都认了。圣心难测呀！二皇子抬出了当年宋老侯爷的一桩旧功勋，皇上这不就动摇了吗？所以二皇子的意思是，柳若曦一个人伪造了书信，骗过了宋燕，也骗过了所有人。正是这个理，说宋侯爷只是个被深情蒙蔽了双眼的苦主。皇上信了。皇上坐在那位置上，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得有体面。二皇子又是磕头又是说梦，皇上没全信，但也没全不信。二皇子主动请缨要主审此案，
说是要亲手还永宁侯一个清白。姑娘，这事儿怕是要变天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谁不知道柳若曦信里写的就是二皇子？这出戏码编得未免也太拙劣了些。福公公，既然天要变了，我也得准备把伞。烦请您在御前走动时多留个神，盯着刑部大牢，特别是宋燕和柳若曦，谁去探过监，谁传过什么话，哪怕是一个字，我都要知道。姑娘放心，奴才这双眼睛往后就替沈家在牢房里安下了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奴才省的一定第一时间给姑娘传信。二皇子，既然你想下场，那我就陪你玩个大的。瞧这表小姐，哭得半条命都没了，难道这案子真有隐情？将门审视的手段，京城谁不知道？那主可不是个讲道理的。二皇子殿下明鉴，民女虽寄人篱下，但好歹也是官宦之后，骨子里流的是清白的血，怎会做那等卖国求荣的丧良心事？是沈清，全都是沈清。他嫉妒民女与侯爷自有青梅竹马，情深意重，进门后便视民女为眼中钉。他先是将民女贬为卑贱奴婢，后又怕侯爷不肯和离，便设计了那封所谓的通敌信。那是他带着沈家亲卫，将民女关在暗室，严刑逼打，抓着民女的手，硬生生逼着写下的伪证啊！殿下，臣冤枉啊！沈清那个毒妇，自打嫁进侯府，仗着将门势大，何曾有过半分温良俭俭？她不仅虐待若曦，还意图私吞我侯府祖产。臣原本只是想息事宁人，一时糊涂被他逼着签了休书，可他竟然狠毒至此，设下这等通敌陷阱，非要灭了我宋家全族不可！荒唐！这天子脚下竟有如此跋扈之女！沈清何在？传他上堂对质！臣女沈清见过殿下。来得正好，沈清，你可知罪？臣女不知。不知，柳若曦指控你严刑逼供、伪造证据，甚至构陷皇室。宋燕指控你虐待表亲，意图谋夺侯府家产。这桩桩件件、条条框框，在大周律法里可都是重罪。你还要在这大堂之上装傻充愣到几时？殿下，臣女不仅知罪，还知道何为证据。这是柳若曦亲笔写的认罪书，上面盖着她的红手印。她在这份认罪书里亲口承认，自己受殿下您的指使，借着表亲身份潜入侯府接近宋燕，真正的目的是套取我父兄在边关的沈家军布防图。你血口喷人，那是你逼我写的，那根本不是我的本意。殿下，那是他逼我的。逼你？那你倒是当着殿下和诸位大人的面说说看，我究竟用了什么通天的手段，能逼得你写下这种诛九族的罪状？你让人打我整整20个巴掌，打得我脸都肿了。你还把我关在阴冷潮湿的柴房里，连口剩饭都不给我吃，你这是要屈打成招。那20个巴掌是因为你当众戏弄主母。坏人明面，我按侯府家规行使的家法，当时母亲和侯爷都在场，是你亲口认了罚的，怎么成了逼供？至于关柴房，那是因为表妹谎称怀了侯爷的美疣，为了保护胎儿安全，防止在太医验脉前出意外，我才请她暂时移步。前后不过半个时辰，太医一到，她便出来了。殿下，臣女所做的一切，皆是按照大周律法、侯府家规行事，坦坦荡荡。至于表妹说的逼供，臣女若是真有心逼供，柳姑娘此刻恐怕连舌头都未必能保住，还能站在这里哭得这么响亮。既然殿下听了表妹的话，那臣女少不得要再加一码。柳若曦说臣女嫉妒她与侯爷的感情，这更是滑稽。臣女手中现攥着17份侯府旧仆的证言，他们都能作证。自臣女嫁入侯府，是侯爷与柳若曦私通在先，臣女不仅从未阻拦，甚至在宴席上主动提出成全她，让她入房做个名正言顺的通房。是柳姑娘自己心气高，看不上通房的位置，非要在诗会上闹什么平妻的戏码。臣女不过是遵从大周律法，劝诫侯爷莫要为了私情乱了祖宗章程，坏了爵位门面。
若这尊法手里也有罪，那大周的律法怕是该由殿下您来亲笔改写了。沈清，你可真是好一张利嘴。殿下过奖，臣女向来只说实话。瞧，那不是永宁侯府的老夫人吗？她怎么出来了？殿下，老身有罪，老身要告发。娘，您老糊涂了，您在胡说什么？快闭嘴！老身要告发永宁侯宋燕与柳若曦二人蛇鼠一窝，早在数年前便合谋毒害了先侯爷。这倒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。殿下，先侯爷走得冤啊！宋燕那个生母，那个不安分的贱人，为了给亲儿子夺爵，竟然勾结了柳若曦的亲姑母，他们在汤药里下了慢性毒，生生耗死了老侯爷。老身亲眼看见他们换药，亲眼看见的呀！可老身当时害怕，没敢说，就这么看他们造了孽呀！你这个疯婆子，老糊涂了你！你在这胡扯什么？混账！给本殿下按住他！二皇子想借此案大展神威，顺便卖宋家一个人情。谁知这案子就像一个烂透了的泥潭，越审越深，竟然扯出了夺爵害命的陈年血案。永宁侯府，好一个永宁侯府！此案情势错综复杂，涉及先代爵位更迭，需重新查证。传旨，案子暂时搁置，相关人员一并收监候审。姑娘，宫里刚传出消息，皇上在大殿上发了雷霆之怒，说二皇子主审不力，把个通敌案审成了这种荒唐模样，当众训斥了一顿，把刑部的差事也给收回去了，让他在府里禁足。意料之中，宋妍、柳若曦已经完了，他俩已经是弃子了。二皇子也是自身难保，大皇子肯定会借题发挥，让他一败到底。这些倒也不是我们能参与得了，只要宋燕、柳若曦罪有应得，这些皇家自己的事儿就让他们自己斗去吧。姑娘，好消息，宋燕、柳若曦被皇上亲自判处斩立局了。看来二皇子在这场争权中已经彻底落败了，也不知他为什么会要宋燕这种无用之人来当自己夺权路上的支持者。想来作为开国功臣的侯府里应该有什么秘密，难道是关于传说中的大杀器？难道是火药？听说老侯爷就是以这个发家的。算了，不想这些了。既然皇上亲自下旨处死宋燕，想来他也翻不了身了。姑娘，那我们要去看行刑吗？去。沈清，沈清，你救救我！我是你夫君啊！沈清，以前那些话，什么平气，什么中毒，我都是开玩笑的。沈清，沈清，沈清，你那么认真干什么？你救救我，我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。杀了他！行刑！他现在该知道，乱开玩笑是会死人的。